时尚玩家热血48小时。有没有感觉那种凉意的感觉？对，很舒服。明明就正中午，但是凉凉的。对啊，怎么会这样？夏天有这种小帮手可以扇风，太爽了！来，铁扇公主，铁扇公主，好凉好凉。有那么脏啊？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是什么呢？是云林不嘻哈。就是因为很多小店都是没有冷气的，对，然后要吃热的汤就会一直流汗，对啊，对。不舒服。是，那这个不嘻哈就代表应该要有个嘻哈的歌手。哎呦，嘻哈，哎呦，为什么连麦克风都没有在嘴巴旁边？你从上次的数来宝瞬间就是变成嘻哈哎！我要进化自己。哎，不好意思，电风扇不要停，不要停！辛苦辛苦辛苦！夏天太热了，同班美食都很常没有冷气，所以我今天特搜了云林有冷气的同班美食啊。云林不稀罕，嘻哈的热的意思。他现在很有巨星风范，我好喜欢。这集呢，当你们只要一拿到这个云林不嘻哈麦克风，你就会化成不嘻哈歌手。这么强迫，每一个人都要。没错，你们就要来运动。在大大的耳钉里呀，哇呀哇呀哇！全台湾最文青的耳钉馆，插在你冷气爆凉的，真的有高级的感觉，好好吃哦。排骨是土特鱼，全部放到羹里，有肉去惊讶，千万不要惊讶。你好像文青咖啡厅哦，真的。你怎么会喜欢加水果？有缘爱我，对我来说，你记得算什么？想把玩哦，像甜点，芋头肉圆，对，芋头，我觉得真的是绝配。我觉得很好吃。我们要来吃的这间豆花，它很特别，它有5种汤底，蛮稳住的，真的好像是好像胶原蛋白的燕窝的那种感觉，有没有？我爱车仔饭，我爱车仔饭。好久不见，菜仔饭。他们真的很好吃。真的有一点像米糕哎。这个有点太冷了。冰库，这是冰库。哦，好呀好呀，鸭肉的那个甜味真的。它肉越嚼越好吃哎。总经理频道，欢迎我们这次的嘻哈歌手廖若去，廖瑞 Give me some beat。哟，在大大的耳钉里呀，哇呀哇呀哇，在小小的店里冷气吹呀吹呀吹，跟着威廉跳跳跳跳，你也不会啦。OK 了 ，OK，太厉害了，太厉害了，谢谢你的 beat，Thank you，Yo bro，Yo bro，好大力啊！哦，这一间呢，其实我有来过，就是呢，耳钉冷气，然后有冷气吹哦，超级凉。不是因为耳钉一般来说，要么就是菜市场里面，对，很少会吹得到冷气。耳钉基本上你要找到电风扇吹，已经是算高了，已经，哎，谢谢。插在你冷气，热，爆凉的，真的假的？来，进来，老板娘，你好。因为它的耳钉的品相，其实他们都算自己做的，自己手工。用红豆跟米下去磨的，现做现磨。那为什么你们要把这个空间整理的这么舒服跟漂亮？自己喜欢的把它
复制过来，然后觉得说蛮疗愈的啦。虽然通版美食也有不错的地方啦。那你们自己有推荐哪几样？手工甜品就是我自己的，家己做的。第一个家己做，豆包是咱西的，像台湾专业一成，然后豆包拢是西的。豆包用西螺豆包，我记得还有那个卷呢，韭菜卷，对不对？菜卷，好好吃。也不会去吃到老的叶子，不会老。前面的2-3年我都把它拉掉。对。让你们开心的吃，通版美食也有很好的条件。好哎，来，我们要继吹一下续看冷。气，感觉一下。哇，这是冷藏的那个超舒冰箱的那个，别，这跟外面的是两个世界哦。里面很像那种，你知道有一些那种古色古香的那种，有点像美术馆，因为它展示了一些茶壶，然后真的有一些石狮子哎，它这个脚印也是有特殊的意义的。应该是一些那种装置艺术的感觉吧。哦，不是因为刚刚单纯就是水泥味，刚刚流浪狗。它这里有挖来挖去，它真的有挖来挖去。因为那个狗呢也听过嘻哈了，在大大的水泥呀踩呀踩。在这个环境吃，感觉他们都高级起来，你有没有觉得？对啊。来，这个就是我们的鹅呆，这个是霸呆，然后这个就是老板娘说来这里一定要吃那种豆包，对。然后这个就是威廉哥最爱的韭菜卷，然后这个是米糕，是，对，霸day，而且真的好舒服哦。他们的这个酱也是自己做的，对，这个米酱，酱油的那个 mousse。霸呆。哇，吃起来真的有高级的感觉，好好吃哦！韭菜的香气跟那个肉的甜味，好舒服，然后又跟着那个皮的那个脆脆的口感一起吃，超级好吃的。而且这个沾这个酱很加分呢，是，它自己有带那个甜，说不上来，但是它有一个独特的香气。哎，好香哦！我觉得他们有更厉害、更进步哎。它的比这次的那个酥的那种口感啊，它是酥中我也会带一点点湿润的。因为我另外的节目呢，我不会刻意让自己在口感，所以我就稀里糊涂乱吃。好吃，这样子。好吃好爽！这次重点放在这个，你现在有细细品尝吗你的味觉基本上会打开。那我来吃鹅呆好了。好吃。其实它料都塞得很满，都是那种炸的感觉，很炸开的感觉，然后皮感觉特别薄。我其实觉得它的皮很值得一夸哎。对啊。我觉得跟我们以往知道的，不然鹅呆或霸呆的那个皮都不太一样。它看起来是韭菜多，你可以知道是那种韭菜的鲜味。可是它鹅它的鲜味爆出来之后，它那个鹅呆的脆度，你现在这样吃，超像在吃软壳蟹。所以你会觉得那个口感好特别。你反而吃完那个料的香气之后，你后面都在享受它的皮的香味。即便里面的料的味道这么丰富，然后沾了那个酱，有一个甜味在，皮的香气还在哎。我觉得它皮超酷的。豆包我上次印象是非常惊艳，感觉里面好像加了一层 cheese。不蘸酱反而更可以感受到它的那个豆香，超浓的，而且好喜欢它的口感的那个渐层，就外面是真的是很酥，然后越到里面越会有那种湿润的口感。好好吃！你在吃的时候会吃到那种胡椒盐的香气，但它外层那个酥就是很像空气一样，就是一咬然后抓直接裂开，然后咬到中间，你很像吃到那种煎过的鸡蛋豆腐、嫩豆腐那一种感觉。我懂。是软，然后好像要带有一点点菇，想要买一桶回家，在那边吃，因为不会腻。哎，很厉害，这几个都完全不油哎。对，不会油。来，这我也很推韭菜卷。韭菜是塞超满的。它韭菜塞超满，它那韭菜它就是用那种新鲜的，而且它只挑嫩的，因为它嫩的时候，它那个水分会很强烈的冲击出来。爱韭菜的朋友一定爱爆，对，而且男生也很就是非常推荐韭菜。特别推男生。真的，你去查男性威尔刚啊，女性威尔刚，那我要吃一个冰冰酒啦。
有反应。有感觉，好好吃哦。它的韭菜香超级无敌浓，但是不是那种呛的，是有带甜的，而且我觉得这样子放真的有根的部分就特别脆，很多那种水分的，有不同的口感。好嫩的感觉。对，哎，米糕，米糕很好吃哎，这个米糕好像麻糬哦。真的吗？它也不是这种 Q 的麻糬，是那种软绵感，然后很像带了一个粘性，然后它让它的那个外面的那个脆皮跟米之间那个粘性会变得自带的甜，会有一点像麦芽糖那个逻辑，好像有一点点粘牙，可是你在咬的时候，它又跟着外面的饼干化在一起，然后进去。东北人说他好像米糕也是自己揉的。真的，米糕非常好吃。因为有的米糕它炸过之后，或是放比较久，或是现成的，说实在，它的边边会很像形成一种硬硬的膜，可是它完全没有那个问题，它就是只有皮的脆。这个我对年轻人完全可以接受的耶。我也觉得，不止空间啊，还有那食物。现在就换你们两位了，加油加油！哎，出发吧！欢迎回到运领不嘻哈的现场。接下来呢，这个歌手是第一次表演饶舌嘻哈，第一次表演。要打开潘多拉的箱子，热烈的掌声欢迎潘多拉！大家走路中的卤要吃什么？要吃什么呢？排骨是土灰，全部放到羹里。有人要吃金牙，千万不要惊讶。那天啊，实在是好凉啊！杀死我！我很湿，我看得出来第一次表演。OK，帅，前辈指教，好啦，在这个字里行间呢，我们听到了什么哦，很凉啊，很凉啊。对。我跟你讲，在斗六中正路有一个都市传说，这一条被称为羹街，羹街都是羹啊。然后呢，通常这种都是小吃店嘛。这次我们来到，仿佛是一个美术馆来吃。哦，真的哦。整间店是用块木打造的，俗称叫西洛去啊，西洛区。叫 Hiroki。好屌哦，在这儿相当的高级耶。很日系的感觉，但是这里面冷气真的开得很凉。真的。Hello， 你好。老板娘，啊，这是女儿，姐妹吧？是不是？怎么那么漂亮？开多久的时间？将近40年了。哇，这个开很久。我们的黄金岁月都放在这里呀。哇！小时候有没有人家就是专门为了妈妈来吃这个羹？对，现在换你了。现在换你为了吃你这一碗羹。对。啊，那为什么要换成这样的装潢？爸爸跟妈妈，他们喜欢木头，特收藏看骨。哦。然后就用在餐厅里，很大手笔耶。高级。羹的品相其实超级多，你看有土托鱼、排骨，还有杏鲍菇、鱿鱼，有蛮多。你有推荐必吃的吗？必吃，他们家是爸爸妈妈研发的，什么？土托鱼跟排骨，那有没有你研发的？在这里。哦，这是你研发的。真的？那为什么限量才20份而已？你算很懒哦，你很懒惰。我爱肉圆，肉圆爱我。对我来说，你给的算什么？好像霸王哦，像甜点。芋头肉圆，对，芋头，我觉得真的是绝配。我觉得很好吃。我还要来吃这间豆花，它很特别，它有5种汤底耶。蛮稳住的，真的好像是好像胶原蛋白燕窝的那种感觉，有没有？那有没有你研发的？在这里。这是你研发的？真的？那为什么限量才20份而已？你算很懒哦，你很懒惰。不一样，我说是食材。食材。新鲜供应。就准备来吹人气喽。嗨，嘻哈一下。一进来就
浓浓的木香，哎，真的是快木的那个香气耶，而且有够凉的。像在森林里吃土托鱼羹一样，感觉有那个很冲突芬多精。你们好像文青咖啡厅哦，真的。你怎么在吃人家水果？其实很丰盛哎。对啊。对。这个就是最经典的嘛，就是羹类的，这个是土托鱼羹。对对。这个我觉得蛮特别，它是排骨酥拉面。拉面。哦，它就是做成一整碗，然后拉面的汤头这样。而且刚刚的店长妹妹啊，她拉着我到旁边喝咖啡。他拉着你去旁边喝咖啡。他跟我聊了一下这个汤头的由来，怎么样？他是说用老母鸡跟大骨下去弄。哦，然后这就是那个店长妹妹研发的酥老油条椒麻嫩豆腐的，然后1天20份的。然后这个就是姐姐研发的排肉饭，这个排肉他们都是用温体猪，就是当天的。温体猪哦。对。老板娘就是非常在意食材新不新鲜。那我们从羹开始吃招牌。羹好啊，好不好？招牌吃。那土豆鱼怎么很像花枝丸？那个圆圆的。吃起来真的不一样，一点点那肉丝的感觉，类似像鳕鱼哦。哦，外面的皮是带一点点 Q 的那个感觉，很像吃到鳕鱼旁鳍边那种油脂的那个香味。一般吃到土托鱼羹里面肉会比较干，或是它鱼浆味会很明显。对，它没有，它是鱼肉，肉的味道超明显。来搞汤啊，更好喝，更好喝。整个汤是甜口的，然后也有点像我们在宜兰吃那种蒜味肉羹那种感觉，蒜的味道没有到超透，很像皮味一点点，但是整体很像蔬菜汤的甜。我跟你讲，我觉得它汤很魔性，对，你会忍不住一直想知道它里面到底是什么。哦，跟想象的不一样，哦那个甜味也不是真的那种死甜的甜，对，是真的是高汤来的甜味，是蔬菜的甜。对，拉面，拉面排骨酥拉面汤头应该厉害哟。来，喝一个的，这个面，它的那个清甜感是有真的那种萝卜的甜味到里面，萝卜跟真的骨头的那种骨头的那一种的感觉，然后再升级一点点，所以它喝起来的时候，它整个非常非常舒服。排骨酥，它这个是那种肉汁的甜，跟那种有点皮的甜放在里面，然后它吸了满满的汤汁，然后里面你看它现在的皮酱感觉很像都已经泡了汤，你会以为它会软软烂烂的，没有，他们这个跟这个的皮都是有点带 Q 的，我觉得好酷。排肉饭跟排骨饭不一样的，它有点像卤排骨。一定要它的卤汁超级好吃，是卤汁哦。哇，它也是跟那个逻辑一样，香气是浓的，但是吃起来是超级顺口、超级爽口的，也有一点接近的松板猪的那种脆口的感觉跟那个弹性。哦，这个很好吃，这个卤汁超好，超喜欢的。哇，你刚刚没有吃那个贵族笋吗？超好吃的啦！再多一盘贵族笋。它贵族笋是像在吃水果，是嫩跟里面多汁的那一种哎，带一点点微咸微酸的那个卤汁下去卤，厚的地方吃起来是脆的，你像咬到水梨那种脆甜感。哎，被笋子吓到哎！来，店长妹妹，对，猪老油条椒麻嫩豆腐，我们来看看到底为何它只能20份呢？我喜欢这个。它一开始进去，酱汁一碰到你的舌头，你会超爽，因为它的那个椒麻的香味是有点在这样唰撒了一把花椒香气往你嘴巴这样喷射。上面那个油条的逻辑就有点像我们吃麻辣锅，会拿老油条去沾那个麻辣锅的汤，但它把它做得更薄脆一点。我自己觉得很像菜包边的口感，可是整个最后收尾是豆腐的豆香。对，我觉得这个好像算是夏日必点。这个吃完后面你会整个人就唰，精神都来了感觉。每一道都很用心。对，重点是环境真的舒服。对。MC 阿笨呐，正式面战新阿笨。哟，我爱肉圆，肉圆爱我。对我来说，你吉他算什么？我爱肉圆，肉圆爱我。对我来说，
小姐说什么？但是 diss 自己过往的情感，对对对，很有种，帅。你很棒。最 real 的 hip hop，hip hop。他这间的资讯是，哎，对，这一间我们要吃肉圆。这个老板娘之前是开在隔壁，后来就是直接把这间买下来，就是装个冷气，就变得更舒服，变大。所以这现目前这2间店都是他们的，对不对？对。哇，老板娘有这么好赚吗？老板娘？发大财！这种小本生意呢，让他有吹得到冷气，然后有那么大宽敞的空间。因为现在天气太热了。对，这样营业多久23年。 ？23年的3年，开很久了。很久了，而且他们卖的品相很厉害，你看一下，芋头肉圆，对，芋头，整只肉圆是我们的经典款。芋头是我们的创新口味。香菇栗子是我们的豪华版。豪华版哦，对，那配交给你好。对，好，OK。谢谢老板娘。这个项链要还给我们了。我们制作费也是蛮拘谨的，有点压力啦。他们夏天都在比谁的店比较凉哎。人家真的，有一点冷，因为他们会感冒。你们不冷吗？不会哦，吃东西就刚刚好了。对，吃热的是吧？吃辣的就不会。好像霸王哦，像甜点，上面撒了炼乳一对，样。然后这是巧克力酱了哦。对，这是他们自己做的这个米浆对酱的。自己磨的哦。连这边有辣酱嘛，辣酱也是他们自己去跟米酱调和，然后说他们的那个秘密配方啦。经典的配方，我先来一下。来，你吃。它酱这样好像白酱，它这个是应该做法也是比较传统的那种，先蒸再炸。嗯，它米酱不知道为什么浓稠到有点奶味的那种感觉。里面的内馅呢，它也没有说走强烈的那一种腌制味，主角反而真的都是在它的米酱上面。哦，真的。而且它的皮真的蛮 Q 的，不会太软掉化掉。哦，这个酱很有特色，而且我觉得很聪明。加了这个酱之后，把那个外面的皮包覆住之后，它的油感变少，就保留那个口感，不油腻，然后有那个酱的香气。这个概念就有点像肠粉了，肠粉这种概念。哇，你上面撒一点酱的那种感觉。好像卷饼哦，我觉得很好吃。对，我也好喜欢。对，来，栗子这个是栗子口味的，栗子跟香菇，有没有觉得这间的皮有真的在更 Q 有的一点？ Q 一点。内馅、香菇、栗子皮，四大天王 special， special，いただきます。哦，加了很多料之后，那个口感层次变真的更多。咬到皮的时候，觉得有在 QQ 的，对，那栗子就有那种傻傻粉粉的那种口感，要吃到香菇就会有那种水分，我觉得真的是绝配。栗子跟这个酱也好，真的好搭，偏清甜。哎，我觉得栗子在辣丸里面好像更好吃。对，我也是。它像是那种清真的香气，它的甜味变得明显，但是舒服。好，接下来是芋头了。听说芋头是人气商品哎。它是芋头跟内馅是融在一起吗？它是只有芋头，但咬下去的时候，因为它直接化开绵，对，整个就变成融在一起。这么绵哦，芋头好后面出来哦，感觉你在煮的更松的栗子的那个口感，桑桑的，然后一下就有点像牛这样子绵掉。可是你前面完全是先吃它那个米酱跟肉的香味，肉的甜味过后，芋头香从后面反上来，哎，蛮优秀，好像芋头第一名，用心在做上，很好吃哎，完全不违和。来，死神汤。哦，真的要夸奖它的那个小肠，它小肠留的那个中间的那个油脂啊，很好吃，很迷人。我觉得中药味有比一般的再更强烈一点。好好吃哦！
哪一个超级明显，也有中药香也是超明显的那种。而且我刚刚吃到那个猪肉的那个边边，在嘴巴里面瞬间化开，好爽。刚好是油脂的部分，它的小肠的油脂，然后排骨自己自带的油脂，让整个汤都变得非常温和。它收尾的时候，莲子啊、薏仁在你嘴巴会化作一个那种绵绵的口感，包含吃到的山药什么的，都是那种你好像吃到炖得很烂的那种马铃薯炖肉的那种绵密感，可是嘴巴里的香气超香，算是近期前3名4神汤哎，我觉得非常好喝哦，成本很高的那它种。料真的超多的。你看我们已经喝那么多口，你再一捞起来，外面再加一个汤，回来就是强劲的一碗。对，我可以加的。谁跟你说可以做这件事？我们现在来到了云林的虎尾，接下来的老舍歌手，他是来自淡水的谢宇之。6、7、8，来吃豆花，来吃豆花。我爱吹彩蛋，我爱吹彩蛋。好久不见，吹仔饭。他们真的很好吃。真的有一点会很高哎。太冷了，冰库，这是冰库。哦，好呀，好呀。鸭肉的原味真的。它肉越嚼越好吃哎。来吃豆花，来吃豆花，5种口味，来吃豆花。耍味，小邦哥笑得开心，小胖哥笑得开心，这一次笑得他喜开心。欢近距离欣赏我的眉毛。我们要来吃的这件豆花，它很特别，它有5种汤底。 5种汤底哦，一般不是都糖水，大不了豆浆，然后它连豆花都是2种，就是我们一般吃到的都是白色的那种豆花，它还有黑豆豆花。基本上它有个凉凉的冷气啊，这种对算是也是标配吧。对，但是你不觉得它把这间弄得很像完美店吗？蛮漂亮的。有一点凉意，有点凉。哦，舒服的。哦，你好，老板你好。我们听说你们有很多种汤底可以选，会有豆浆，对一般叫传统的红糖，对有黑糖，对还有黑糖鲜奶，鲜奶。随着时代改变，大家对吃觉也蛮挑的啦。那所以我们就想说，那不如来创造一些比较不同的选择，这样子，然后又不影响豆它本身的浓郁感。现在看到的料基本上全部都是我们自己煮的，然后我会比较推荐的是我们的花生，还有红豆，这2个我们都是经过很多次的研究，然后把它煮的很绵密。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白木耳，在外面出生的银耳，这边的话就是我们就推荐芋圆跟地瓜圆，因为它里面是真的吃得到芋头块跟那个地瓜块，还有富贵也是，富贵也是。快把所有料讲完。好难问，刚刚有什么没有讲到的？在我这个就是豆浆的豆花对，哦，然后它是配黑豆花。哦，黑豆花这样看起来有点绿色的。对，这个就是最二的。黑糖牛奶，然后它是配白豆花。对对，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一道呢？你知道，虽然它就是超过我们原本定的铜板价，再加一个10块钱就会拥有。夏天不吃芒果说得过去吗？对，是，说不过去吧？而且很大一盆。重点是它下面有芒果酱跟炼乳，那个芒果酱也是他们自己做，他们的招牌之一啊。那我们的这个先来好了，从冰开始，对对，降起来，降起来。来，长辈先吃，长辈先吃。啊，长辈就硬要说自己没有敏感性牙齿啊。好，那你要大口一点，你要证明啊。哦，这个时期开始吃这个芒果冰的时候，有时
它就是柳溪，它的芒果香是非常非常的浓郁的。对啊，该不会你也是敏感质牙齿？它感觉芒果酱也是没有加很多糖的那一种，对，它甚至有点像是芒果压成泥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它的酱反而是清爽的，可是它就会让上面芒果果肉变得超级香。它的芒果就是那种正甜的时候，而且它中间它还是用那种就是传统的糖水。对，所以你吃外面有奶味，然后你想要吃到中间的时候，它有一种帮你换一个味道的感觉。这个很好吃，超香。哦，好好吃哦，真的有过甜，它的那个酸或者是比较清爽的那个香气是来自它的那个酱那边，然后芒果本身果肉就是带真的超级甜哦。那就开始来它的豆浆豆花哈。好，这个黑豆花我来挑个木耳啊。很少吃到这种。虽然说它这个黑豆花是有点养生，但它其实那个豆香味还是很强烈的。我觉得它的白木耳煮的好像有更浓稠，真的好像是胶原蛋白的燕窝的那种感觉，蛮特别的。有没有？它吃起来比我们平常知道传统豆花，你真的有感觉但是更扎实一点，很像是豆花在慢慢往豆腐的路上前进。但我觉得刚刚吃到它旁边的这个木耳好加分哦，它变成让那个豆花更浓，像豆花浓汤的那个质地，然后 QQ 滑滑的。我发现它的配料好像都不是要给你很甜的味道，红豆以为会是蜜红豆那种，它比较像红豆汤，走原味的那种红豆。所以如果真的不吃甜的人，其实完全点它的料不会影响，我觉得很好吃。我们30几岁的人，开始吃甜点的追求，哇，这个不甜呢，好好吃。而且现阶段我还可以跟你们一起点30几岁的，再过2年我不能了。哎，这个看看呢，这个黑糖牛奶、白豆花，然后包心粉圆。换个酱真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耶。这个是不是就是10几岁、20出头的？对，年轻人会爱吃的那种黑糖牛奶，就是一种幸福感。但我觉得厉害的是，还是吃到那个豆花本身那个豆香，口感一样，就是很滑顺，然后很绵密的那种。对，我来吃它的荤桂，懂吃啊，要吧？来。哦，它荤桂好吃。荤桂很大一块，可是它的荤桂也是走那种比较软绵的口感。你这样跟豆花一起吃的时候，你反而可以很明显感受到两者口感上的区别。确实，它的豆味真的比较强，比较浓，但我觉得这个好像就是配甜的汤的时候更好吃。是哦，它豆味本身的存在感非常强，可是你都不会觉得它的料的味道被抢走。它是在相辅相成，都在帮彼此加分的那种感觉。而且当这些料去拌在一起吃的时候，对，它的那个味道它就变得是综合起来的，它不会说是哪一个味道强调它的豆花的很和谐味道。对，而且我觉得它的冷气调的温度是差不多刚好，因为我刚刚吃完冰，那个电风扇在吹，其实是会有点冷。如果有点扛不住的朋友，就会感冒。哎，朵拉，你好难得在大爆吃哎。很好吃哎！凤姐，你眼前的这一碗没有吃完。对啊，还讲我嘞！好喜欢这个哦，吃完就是它。我一直在找这个甜点。你一直在旅行，然后找重点。对，我的梦想清单其中一个。哎，找到了。熟悉感。但是我刚才前面的 rap 没有人在乎，只在乎后面的欢呼啊！哦，你刚刚完全看傻了。没有，我这样子。他的傻是因为，哎，这算是 rap 吗？所以你刚刚说我爱炊仔饭，就是这间炊仔饭。炊仔饭很好吃。老板你好。
是不是这附近大家都蛮多人做这个炊仔饭的？在左右就大概2家到3家。哦，我们是淋上卤汁，加卤汁。是用这个桶子，对，是檜木桶。哇，这个蒸起来真的有不一样。饭会更 Q 一点。哦，那炊仔饭一定要的嘛？那还有什么？小菜的话，我会比较推荐蒸蛋、猪皮，但是我们有猪肉。香。好，麻烦你老板，我们要进去，我们吹冷气了。对，开始流汗了。你看他们把他们的产品拍得有多漂亮，他们这个感觉是就好像在经营 IG 的那种，哇，云林不同嘞。走日本原本就涨价吗？饭真的是很想吃的，它真的就是长得味道是清清淡淡的，可是就是吃下去你会很魔性，然后永远忘不了。对，这是哪一家来的那个奶酪？这是蒸蛋啊，它好白哦，好像豆花，真的很像奶酪。然后这是老板推荐的猪皮，然后这个是金牌猪脚，它可以选你要脚那边还是腿部这边，然后今天老板帮我们挑的是腿部。应该要拌一拌看。拌一拌。青豆。青豆啊，卤汁啊，怀念的味道。炊仔饭，真的有一点像米糕哎。我在想是不是因为加了肉松的关系，有一点像台南式的那种白白的米糕，加了肉松的那个味道，然后会让整体酱汁变偏甜一点点。然后它煮的方式也让米比较 Q， 可是中间的空隙都有汤汁在。那我觉得这个也很好吃哎。肉一起吃，いただきます。哦，我刚刚吃了一大块的那个上面的肉，单吃肉的时候会有那种比较像肉燥饭的那种调味，而且他们米真的很好吃，可能是用的米本来就很好吃，或者是用那个炊的方式，就可能加成两个都好的，就变成米香特别浓郁，好好吃。这个空间吃这个炊仔饭，很舒服，回到以前的那种。猪皮，它这样子很像麦芽糖哎。超级 Q 哎，因为它里面的那个蒜汁，它用了蛮多大蒜，蒜香味很强烈。那卤汁它等于是跟它做一个中和，但是非常的 Q 哎，很 Q 啊。因为我讲了8遍，它很 Q 来形容。Q 一个字。不讲味道，只讲口感，像咬到软糖那种。对 ，Q 糖那个很 Q 哎。你在咬的时候，感觉好像会这样子弹吸起来。然后我觉得它卤汁很特别，它不是走什么酱油味浓，或是走甜味重，就是蒜味。跟我们以往吃到卤汁很不一样，我觉得这个超好吃。这好像配的饭汁也很好吃哎。那我吃个腿裤。好。这一块了。哇。腿裤いただきます。它也是算猪皮吗？对，也是猪的皮，没错，它也是猪。它的皮很多，每一层都不一样。肉的部分真的是超级无敌嫩，中间散开，然后只剩那种肉一丝一丝的那种纤维，中间有胶原蛋白的部分是瞬间入口即化的。其实它的甜度也没那么高，就刚刚好。最后留在嘴巴的就是皮，因为它需要咬它那个猪的口感，它的口感好好玩哦。来挑战这一集，完全油的这一块。这个应该是很嫩的。我喜欢这一块，虽然说它有点类似脂肪，但它不是完全的那种油脂，它很像奶油，那卤汁带甜，然后有那个卤包香气的那种嫩，金牌猪脚蛮令人惊艳。蒸蛋，超像豆花的，黑色的是香菇吧？还是香菇？很水的豆花。它的口味是有点，不知道为什么有点怀旧的感觉，就是它有一点那个汤汁完全是蛋的鲜味，跟带一点点很像香菇去熬的那种高汤味，可是整个留在嘴里都是蛋香，然后它的那个嫩度也有点像奶酪那种。你好像有吃到东西，好像没吃到，因为它也是很快就过去了，马上就过了，好好吃哦，水分超级多。
太快了，好吃了，它超级嫩，超级轻的，而且比奶酪什么的更嫩，甚至很接近那种泡沫的那种感觉。吃完吞下去之后，嘴巴留下来的是那种香菇的那种香气。对但我觉得这样蛮好，前面吃一些就是比较重咸的，然后最后吃这个，哎，最后解腻，舒服啊。真的很舒服哎。被它开得非常的宜人，对，这个温度。吃了不会流汗，但是这整个很舒服。不嘻哈最后一位出场的歌手就是我们的 MC 阿富汗。不准喊这首歌你们都听过，跟我一起唱好吗？这样太危险，飞太远，对你做鬼脸，到处都是小鸡心，小鸡心你要小心，街头的兄弟很饿，很饿就要吃当归呀。记住我们是威风啦！你又两句，所以当归鸭，当归鸭哦，我们吃个当归鸭，就是后面这一家，这家是很有名的，对不对？对，就是必吃的当归鸭。这间很大间呢，哦，很大很大。老板你好，你好，你好。老板好，在这边开多久了60几年了。 ？60几年，算是老店了。那有冷气多久了？有冷气的话，大概30年。那这段时间有换过冷气吗？换过冷气，换过一次。那一定是还是冷，还是冷的啦。讲说30年用一样的，就想到一台。所以必吃的是当归鸭，一定要吃嘛。对，推荐的话就是我们下水，我们会做个汤啊，哦，下水汤，啊，那个要哦，番茄啊什么的都可以。好像很随便，然后可以，然后可以，对啊，不然你们就可以来一下因为。那种老店呢，代表它每一样基本上都好吃。对，没有雷的。可以，你这里就有了，这有点太冷了，冰库，这是冰库。这个感觉就是冷气调18度，哇，超冷。我刚进来闻到，香很，对对对，有，一直闻到当归很的味舒服的道。那个香气。哇，嘻哈的手势，看一下，你自己干掉，好突然哦。想知道在地人才知道的美食资讯吗？想要出去旅游却懒得规划呢？不用担心，不用担心，时尚玩家 APP 通通整理给你。现在还有独家优惠卡，走到哪里优惠就到哪里哦。不想错过任何好看资讯，就快来下载时尚玩家 APP。当归鸭面线，面线，当归鸭面线，然后这是下水汤 OK，对，里面有干跟蒸，哎，其实香味非常非常迷人，我觉得很厉害很舒服的感觉。呀。吃面要吃吗？面线开始面线你吃呀。祝你长长久久。对，哇，我跟你讲，它的汤喝起来非常非常舒服。汤不是走那种反甜的路线，它有当归的香气，可是它整个汤底的味道喝起来很像是熬那个鸭肉的汤汁，煮鸭肉的那个。对。然后面线放在里面，它吃起来好像鸡丝面的味道，就是那种很像有一点炸过的面去泡了汤之后，它那个面的香气会跑到汤里，好香。面线いただきます。它比想象中的更顺口哎。不是那种软烂的，它还是有那一条一条那个线条感，超明显。海鲜的面线本身就有味道，对，再加上那个汤汁的那个香气，我觉得很强，是舒服的那种甜味。对，那我吃一口肉，来，哇，它肉好吃，而且肉越嚼越好吃哎！而且我刚刚吃到的是皮很厚的地方，可是它那块是 Q 的，然后很像那种鸭油的香气一次炸出来，里面的肉嫩的程度又有点像鱼肉混鸡肉，你知道吗？很像一片就这样子分解掉了，好好吃哦，很强哎，难怪有名。
很香。哦，好压好压。它的鸭肉浸在这个汤里面挺久的时间了，它的那个鸭肉的那个甜味真的很甜。来，要吃一下鸭肉吧。很像寿司有没有？哎，你给你好可爱啊！放进嘴巴里。原谅我们，我们今天吃太多家了。这些都是植物食物。いただきます。哦，这个超级好吃哎！好想再吃一口。我们还有哎。它的肉真的好嫩，而且真的有够甜。那个甜不是来自它的那个酱，酱也有带甜，但是你的部分的那个油脂、那个油香跟甜味会直接散发跑出来。如果我很饿的话，你直接一个人吃光。你想象一下自己好像很饿的感觉。那我喝个下水汤。好，下水汤应该很好。你有面，没有面啊？不一样的。不一样，它因为它这个有面。加了面之后，它有那个面体的香气，可是你直接喝这个，你会觉得它的姜跟当归的味道很明显，反而这两个喝起来，它反而变清爽。我知道，就是有一种清透感。那明明都喝得到那种当归的香气，可是它整个收尾的时候，你会觉得嘴巴只剩香味没有负担。好喝，汤很好喝。我直接喝这个汤最喜欢。来一个鸭肉好不好？鸭肉好，它已经有泡过那个盐水。对。哇，对，超级嫩。跟你说它是鹅肉的部位多，还有我觉得它选的部位根本就是比较靠腿部，非常非常嫩，肉非常的细致，你不会觉得它很瞎。对。然后它的卤水跟鹅肉的那种非常像，它的肉质甜很明显。鸭油鸭汤那种，很好吃哎。那我试试看这个好，鸭血糕，鸭血专门店的鸭肉的。不用沾酱哎，是高汤的味道，是煮这个鸭肉的高汤的味道。它软绵到，它不是一颗颗粒颗粒的那种米的感觉，它是绵到有一点让带有粘性的麻糬，绵绵黏黏，然后都是高汤姜。重点是环境很舒服啦。对啊，一整集下来没流什么汗，你就不太习惯。我们只有开场有在流汗哎，因为我们铁扇公主那个风吹得太弱。对啊，因为平常都会觉得我们要吃到这种比较偏台湾传统小吃，尤其是台湾人真的很爱喝这种汤汤水水类，都会觉得说平常一般店里是只能吹电风扇，大家就会吃到很狼狈。但是现在就是很多店家都愿意开这个冷气，然后让我们可以在很舒服的环境下，还是可以享受到台湾铜板美食。不管你是要一网打尽呢，对，要分起来吃都可以哦。嗨，下礼拜见，拜拜。